Cyberpunk is having a moment in pop culture. For decades, cinema has been filled with countless iterations of dystopian futures, many of which feature an abundance of East Asian iconography and cultural references. Using East Asian cultural elements is not only a decoration or a way to add a layer of mystery to the movie, but it can be a daring way to imagine what traditional forms of art might look like in a future ruled by technology. However, thanks to the spread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we don't have to wait 50 years to discover what a cyberpunk Buddha might look like, or how a watercolor painting will sound. In two opposite corners of China, two young artists are us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reinvent and preserve their heritage, and create artworks that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我根据中国道家三魂七魄的概念，给它起名叫七魄。然后我用这个乐器演奏了10几段音乐，把这个音乐的声波，然后它的音符、效果器参数转化成了中国山水画，最后用视频和动画的形式再还原到声音里面去。我是杜坤，我是一个画家，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一般的音乐家，他们都是从声音作为动机去创作一首音乐。有的时候我会先从视觉出发，去构图这个音乐。我爸是国画的美术教师，从童年到少年时期，临摹了很多家里收藏的画册，还有国画的挂历。每次我们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爸就会让我带上写生工具，去那些名山大川、寺庙道观去写生，以至于现在我随便拿着笔就能够构得出来那些山的形状。我甚至于可以把这些构造重新编出一个现实中完全不可能修得出来的一个中国传统建筑，甚至于把它编成了一个人脸的形状，就构成了我之前的一个系列摇滚明星系列的创作。While Du Kun blends traditional painting with music in Tianjin, 2,000 kilometers away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Fujian, 大悲宇宙 experiments with AI to unearth the hidden links between technology, nature, and tradition. 绚丽蝴蝶它是人工智能加3D 结合的一个数字艺术作品，然后它的数量非常庞大，且不断的在生长。我叫大悲宇宙，然后我是从事数字艺术的工作。我差不多在15、16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佛像跟科幻的结合，对，然后就是把传统的这种佛造像，然后融入到一些科技元素，让它变得更科幻一些。就是生活的地方啊，这周遭普遍来说佛教的信仰的那个风气也比较浓厚。蝴蝶在中国的意象里面，经常就是跟梦、跟虚拟，对，像你刚刚说的庄周梦蝶，其实它就是在探讨意识嘛，然后现实嘛，和虚拟梦境里的关系嘛，到底是蝴蝶梦到我，还是我梦到蝴蝶？对，我觉得这个纸袋非常有意思，就是这种双向的。通过一个蝴蝶的意象去传递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可能都是自然而来的吧，就是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你吸收了这些文化，耳濡目染，对吧？包括你看我们会用成语，然后这些成语背后其实都有故事。Memories and the environment we grew up in are important catalysts for the curiosity towards one's own cultural past. Not unlike 大悲宇宙 and Du Kun,Many young Chinese artists are using art and technology to find their unique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眼界更宽了之后，我才能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我是通过技术去推动一些创作的进行，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落到视觉符号，它就会跟你过往，包括你
你所在的环境、文化历史产生连接，就自然而然就会不断的去附着上去。但这个可能就不是你有意识去操纵的。那些传统艺术和哲学是融入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我们平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你跟其他的文化接触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传统的那一部分。你在这个土地上面里面，特别是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的话，它有大量的素材和很多人凝结出来的一些思考，都可能只会落到几个字符里。那几个字符里，可能他能讲的事情就非常多。现在很多年轻的数字艺术家回归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去寻找灵感，我觉得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趋势啦，还是一个优势。对，因为你出生生长的这个环境，周遭的这些信息不断打到你身上，你获得他们的渠道，包括理解他们的路径，都非常的快捷。中国有好多优秀的艺术家都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在做当代艺术。传统它会变化成各种形式，而且它在不断的更新自己。比如说徐冰的天书，还有他的新英文书法，把英文单词变成了中国书法，能够让英语世界的人能够阅读。对于艺术的可能性，包括对于媒介的可能性的探索，我觉得也是艺术家很重要的一个责任。那如果说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个东西，变成类似像八股文一样的东西，那么就会比较无聊嘛。就是东西方人看待事物的眼界和角度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宗教更加倾向于虚无，我们的表达都是很委婉和间接的。我觉得中国人对于植物，对于这些花鸟鱼虫的寄情还蛮深刻的。他们经常会把自己幻想成我是某个植物，我是某个蝴蝶，我是某只鸟。就我觉得在这种抽离当中，可以摆脱掉这个作为人这个躯体的禁锢，很东方的一种浪漫吧。对啊，人类的通感这是有一个标准，比如说红色代表热，蓝色代表冷。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通感，我们是在用通感在讲故事。有了这个作为基础，就不存在误读了。一件合格的艺术品是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解释去帮助人们去看懂这个作品。作为创作者也要努力。我做出的努力就是说，比如说你来看我的展，或者是甚至你在我的讲座里遇到我，我都会送一只蝴蝶给你。对啊，我在用我的方式再去建立跟观众的沟通。对啊，让他知道说数字艺术是什么。But these artists' creative journey of discovery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without technology. Tools like AI help them unlock unprecedented creative possibilities, as well as sparking reflections on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reation. 科技里面真正展现科技力、释放创造力的这个加持之下，在蝴蝶项目上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现，对啊，因为目前为止蝴蝶已经做了300万只了，我想象不到如果没有科技的赋能或者是加持，其实你很难达到这种创作体量。对，这些人工智能对于我的创作产生了特别大的便利，可以让以前很难实现的一些东西，现在可以很快的实现，而且非常的准确。复制是一个精准的工具，对，它不会出错，但是我就是想办法让它出错，我让数据出错，让数据产生美，让数据产生伤。所有的艺术，它都是来源于出错，在机器看来它是错误，但是在人看来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我们无法去量化它。人工智能他们提供的模板，还有一些 preset， 你一听你就会很容易的被它吸引，这样造成的效果就是出来的产品会很容易千篇一律，所以我就故意的去让自己远离它，所以我从乐器开始就自己去做，它从发出的声音它就是独特的，然后我会去创造自己的演奏方式，它带有温度，
我是尽可能的去产生更多的结果，超越我感知到的现实。有很多人会抵抗这种算法 AI，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我的劳动成果被剽窃了，被挪用了。这个对于单纯依靠技法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威胁。照相机诞生之前，只有贵族才会拥有自己的画像，但是照相机出来之后，我们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照片。这些技术的发展，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并不代表能够创造，这中间是有一个很微妙的点需要跨越。那我觉得人在这里面的关键作用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对，你可以在他算出来这么多结果当中去挑选你觉得好看的，收集这些散落的美丽。你有介入到数据的整理和收集，那么我相信就是这个 AI 会趋近你的审美。那假如说你只是在用一个算法和 AI， 你没有给它产生任何的反馈，你只是单纯的把它当作工具去使用，你没有去培养它，你没有去滋养它的话，那么它就是个工具。AI 带来的冲击，让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沉淀下来最精彩的部分，比如说爱、关心弱小、对自然的崇敬之心。还是要爱自己，人还是要爱人。对，为什么叫大悲宇宙？悲不是悲伤，是慈悲啊。慈悲是什么？温柔的对待别人，对，就是善良的对待别人。谈到信仰的话，我相信科学。对 ，AI 只是科学的一个产物。现实是存在了很多狭隘的偏见，再高的科学技术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艺术可以，是不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什么中国艺术、美国艺术、埃及艺术、德国艺术，只有深刻的艺术和肤浅的艺术，能感动人的和不能感动人的艺术。同一个世界里面的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他们语言不通，在语言不通的时候，他们怎样去互相交流？数字技术是粘合剂。数字艺术因为是架构在计算机语言嘛，那计算机语言它是通用的，所有电子元器件它基本上都是0和1的逻辑语言在去做运转嘛，你就可以想象这就是巴别塔的语言啊，就是所有人类都用同样的语言。And while technolog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lives in this artist practice, inspiration and meaning are often found not in virtual worlds, but in our physical reality. 作为我们的人类，我们是生活在物理世界的，我们不是 AI， 这里是我们的家，有我们的爱人，有我们的小孩，所以我肯定是更爱这个自然世界。游戏制造出来的那种幻象，背后就是一些辛苦的游戏美术、游戏策划去做的一些工作，让你产生这种愉悦。作为艺术家，你不能够人云亦云，跟着这个潮流在走，你得往回头看一下，哪些是更加珍贵的东西。